今天呢，我们来教你一个修复手比较高效的方法。之前呢，我们也讲过修复手的一种方法啊，那个效果呢非常的棒，但是呢，流程呢比较复杂，操作起来呢可能不太容易上手啊，因为我们需要调整很多的参数。那所以说呢，很多人在反映，那如果使用这样的方法呢，我们其实呢实操性来讲呢是不太够的。所以说呢，我们来教给你另外一种方法。那当然不能光说不练，那我们就来看看它实际修复的效果。那如果你对修复这个事情比较了解，大家可能都知道，那我们修复物体的一般就是两种方法。第一种呢，我们叫做 imprint， 也就是局部绘制的方法，有人也叫内绘方法。第二种呢，就是 detailer 的方法。那么这两种呢，在本质上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方法它到底是怎么去用的。首先，第一个部分是我们纹生图的部分，这个呢，并不属于我们这个流程图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因为呢，它仅仅是为了生成一个参考图像。这个手呢，可能现在呢会有一些问题，那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去修复一下。大家会发现这张图呢，其实生成的质量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啊。虽然手在这个位置呢明显有一些畸形，其实在这个地方呢也会有一些问题。那待会儿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修复的效果。那修复的流程呢比较简单。那我们核心的组件其实是用到了一个基于 segmentation 的 ContourNet 的 apply， 那这个其实可以手动来实现啊，但是我们用这种集成的组件方式呢，相对来讲比较简单。那我们看一下它大概呢分为这么几步。第一步呢，同样是我们需要预测出来这个手型，那用到的核心组件就是大家看到的Mesh Graph Former Hand Refiner 这样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在Advanced ContourNet 里边自带的一个预处理器，在这个 Normal and Depth Estimators 里边，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手部的一个 Refiner。那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只需要升级我们对应的组件就可以了。那所以说第一步，当我们找到这个东西之后呢，我们还需要找到它的掩码的部分。那这个掩码我们这儿有三种类型啊，第一种呢是原始的，第二种呢是基于深度图的，第三种呢叫做比较紧凑的盒子类型的。待会儿呢我们会看到它的区别。当我们拿到这个之后呢，大家会发现，由于你现在拿到的这是一个图片，所以说呢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些基本的转换操作。转换的目的是要将图片转换成我们的 SIGS， 方便我们去处理。那因为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 ContourNet Apply 这个组件里边，我们需要的核心的内容呢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 SIGS， 就是你整个的这个手的掩码的一个分割区域。第二个呢就是 Contour Image， 就是我们引导性的控制图片。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会将掩码的部分呢给它转换成 SIGS， 然后给它连到这个位置。这个掩码呢，其实是我们这个区域，不是手的那个区域，而手的这个区域呢，其实是我们的控制图片，因为它是一个更加精准的控制图片，可以帮助我们去修复这个手。那连过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 SIGS 的部分。大家会发现啊，在这儿方便大家看到这个效果呢，我们这儿有很多 preview 的部分，包括我们这个遮罩，它到底遮住的是哪个部分？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Preview 6可以看到啊，它其实是比较宽松的一个区域。那当然，经过我们的 ContourNet Apply 之后呢，大家也会发现它的一个效果。这个时候还没有经过 Detailer， 也就是没有经过细化。这个关键的组件呢叫 SIGS Detailer， 那同样是我们的 Impact 包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它主要是根据我们的分割区域来进行优化。这个降噪系数呢，我这儿设的是 0.8， 这个相对于 Input 来讲呢，这个值可以稍大一点，因为它最终的机制是要将我们生成的 SIGS 贴到原图上啊，所以说呢会有一个关键组件叫 SIGS Pass 啊，我们可以把优化好的图片贴到原图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你可以稍大一些，并不像 Input 如果你太大的话就立马就会走形，所以说这个的容错率呢会稍微的高一点。那我们看一下最终修复好的这个图片，大家注意手的这个部分已经被我们修复掉了，这儿呢也不会有多出来的手指的那个问题。这个呢，它的修复的精细程度呢，并没有我们之前 Input 方法那么高，但是它的效果却是比较直观的，而且呢，使用的流程也相对来讲更加的简洁，所以说呢，综合性价比来讲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有人可能会问说，这个东西我们需要有哪些地方需要调节呢？这个呢，主要是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 Mask Tab 这个区域。那么当你选择不同的这个遮罩类型的话呢，你得到的内容呢也会是不一样的。那主要是在
遮罩的这个区域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选择的是 based on depth， 也就是我们基于这个深度图来生成一个遮罩，那这个时候呢，你得到的遮罩形状呢，基本上和这个深度图呢是一致的，但是它会做一个基本的遮罩的膨胀。当我们修复完之后，大家来看这个区域，你注意啊，这个修复呢就不是特别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一下它真正遮住的这个区域，这个部分呢其实有点太紧了，比方说在手这个位置，大拇指都没有完整的包进去。那你要想改善它修复的方法有2种啊，第一种呢就是你把这个膨胀的值呢给它设大一点，就让整个的遮罩区域再宽一点，那可能会好一些。这种方式呢其实不太实用啊，反而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在重绘的时候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使用tight box。当我们使用 tight box 的时候呢，它同样是一个矩形的这样的一个选区啊，它有的时候是菱形的啊，这个没准儿。那在这个例子里边就是矩形的，那这个区域呢，它会明显的比我们 original 那个选项呢，它要小一点，所以说呢，它修复的效果可能会比我们的基于 depth 的好一些。但是呢，有一些没有遮住的区域呢，可能表现的不是特别的棒。小区域和我们的 original 修复出来的效果很难说哪个更好啊。有人会觉得这种方式修复出来的这种手指更加的纤细，但是呢，它的确由于它的区域不够，会有一些走形。这个呢，你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就可以。我呢，一般就是选这个 original。我们让它有足够的遮罩去修复这个图，那你会发现啊，这是我们 original 修复出来的部分。你去细看啊，它其实细节的部分是不太够的。这个呢，你可以通过2次采样来优化一下。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修复的方法。那为了验证它的普遍性呢，我们多生成了几张，我们来看修复的效果。第一个，大家看一下这个手呢，基本是走形的。在这儿呢，基本是正常的啊。大家可能也发现一个问题，由于我使用的主模型呢是 MyGV7，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它虽然修复的形态是对的，但是这个手的比例呢的确有些问题啊。那我们继续看其他的，这个生成的本来就有问题啊。那我们只是看手修复的部分，看一下手型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修复的也还可以，这个稍微有点问题，你可以2次修复。就是它基本的修复的能力呢还是有的，因为呢这个手最终的效果呢取决于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基础图的生成能力，第二个就是修复能力。所以说大家还是要选择生成手质量比较好的这种主模型来做相关的修复任务。那刚才你也看到了，在整个的流程当中呢，我们其实是将 Refiner 这个过程和 ContourNet 进行结合，达到了修复手的一个目的。而且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将修复的参数呢调得比较高。那我们也尝试了很多图片，你会发现大部分图片修复的效果呢还是非常棒的。那这儿我们再重申一下，如果你想让一个手修复的效果比较好的，有几个点呢是需要注意的。第一个，主模型生成手的能力，这个呢属于一个基础啊，如果它生成的基础图像不好，你再怎么修复也是不可以的。第二个关键点就是你选择遮罩的那个方式啊。那这个遮罩呢，应该不大不小，正好框住你要修复的那个区域是最合适的。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的重绘参数。那重绘之后，你要看一下在哪个参数范围之内它是比较有效的。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